随着司马懿与孙权的离世，大三国时代也逐渐落下了帷幕，魏、蜀、吴三个政权全都陷入了权臣掌权的局面。那么，魏、蜀、吴分别都经历了哪些变革，致使三国逐渐走向没落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懿和孙权病逝及费祎遇刺身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曹魏政权。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懿便开始大权独揽，皇帝曹芳任命他为丞相，并且加赐九锡，但都被司马懿给拒绝了。第二年，司马懿再次称病，不理朝政。每当朝廷遇到大事，皇帝曹芳只能亲自前往他的府邸，征询他的意见。当然，他这次是真的病了，不再是装病。251年8月，司马懿病逝于洛阳，享年73岁。之后，司马师被拜为大将军，执掌魏国的军政大权。司马师字子元，是司马懿的长子，他为人沉着坚强，有雄才大略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，司马昭担心的彻夜未眠，可司马师却像平常一样安睡。次日清晨，他便亲自率兵镇守城门，控制京城。而且他还秘密地供养了3000名死士，散落于民间。起事之日，便突然聚集于京城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252年4月，司马师得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：东吴的孙权病逝了。于是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司马昭为都督，率领3路大军，准备攻伐东吴。那么，孙权病逝后，东吴的接班人又会是谁呢？早在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当年，孙权就将年仅12岁的孙登立为了太子。然而，241年5月，年仅33岁的孙登却英年早逝了。60岁的孙权震惊悲婉，悲痛到无法抑制。之后，由于次子孙律早亡，孙权便将3子孙和立为太子，4子孙霸被封为鲁王。然而，由于孙权极为宠爱孙霸，致使孙霸身为鲁王，却与太子享受着同等待遇，甚至在礼仪上也没有上下之分。满朝文武多次劝谏，但孙权执意不听。渐渐的，孙霸便有了非分之想。他积极结交知名人士，亲自光临官员的府邸，集聚自己的势力。最终，朝中大臣分成了2派，其中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、陆逊的外甥顾城和顾谭、驸马朱据和滕胤、朱然的儿子施济、尚书丁密等人支持太子孙和。而平定了胶州的布置，镇南将军吕岱、驸马全琮、吕范的儿子吕据、中书令孙弘等人则支持鲁王孙霸，东吴的2雄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。此时，陆逊身为丞相，但兼领武昌市，不在京城，全琮便派人给陆逊送信，征询他的意见。陆逊认为，无论支持太子还是支持鲁王，都会形成派别，这是古人最忌讳的作为，因此他选择保持中立。但是，身为丞相，他怎么可能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独善其身呢？何况他的侄子陆胤、外甥顾城等人已经站到了太子那边。由于全琮的次子全季是孙霸的宾客，陆逊便给他写信，劝他学习汉武帝时期的金密堤。结果全季不但不听，还非常的愤怒，决定拿他的外甥顾城开刀。他以诬告陈寻虚报战功的方式，将陆逊的外甥顾城和顾谭牵连进来，致使他们被流放于胶州。就这样，孙霸的实力不断壮大，甚至连长公主孙鲁班也站到了孙霸的阵营。孙鲁班字大虎，起初她嫁给了周瑜的长子周循，结果周循英年早逝，于是她便嫁给了魏将军全琮。由于她和太子的母亲王夫人不和，担心孙和继位后对自己不利，于是便选择支持孙霸。孙大虎极受孙权的宠溺和信任，于是他便经常在孙权面前诋毁太子孙和。孙和无奈之下，只好派人前往武昌向陆逊求助。陆逊出于公心，屡次给孙权上表，让他区分嫡庶，不可纵容鲁王，可孙权不予理睬。陆逊请求让自己回京面谈，但孙权不仅不准，还回信责备他私自打探宫中机密。最终，陆逊怀恨而终，终年63岁。随着陆逊的去世，孙和与孙霸的矛盾便不断升级，孙权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袁绍和刘表的结局就是他的下场。于是他打算既不立孙和，也不立孙霸，而是另立太子。然而孙权刚有这个想法，
就被孙大虎给察觉到了。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一方面，他深受孙权的宠爱，又是女流之辈，孙权在言语之间便没有对他防备。另一方面，孙大虎有个情人是孙权的亲信，官拜侍中的孙俊。因此，当他察觉到孙权有另立太子的想法后，立即放弃孙霸，前去攀附孙亮的母亲潘叔，并将自己丈夫权从的族孙女许配给孙亮。然后他便在孙权的面前不停地夸赞孙亮。孙亮是孙权最小的儿子，他的母亲潘叔也是孙权晚年最为宠幸的妃子。于是孙权便下定决心，准备重新册立太子。首先，他下令软禁太子孙和，然后赐死鲁王孙霸，并将孙霸的党羽全季等人全部诛杀。两宫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只是全季在临死之前，不知道对他这个后妈孙大虎作何感想。然而太子被软禁后，以朱据和屈晃为首的诸多大臣将泥巴涂抹在自己头上，捆绑着双手跪于宫门之外，为孙和求情。这让孙权非常反感，斥责他们无理取闹。可是不但他们不听，陈政和陈相也跟着上奏劝谏。孙权大怒，立即将陈政和陈相满门抄斩，将朱据和屈晃杖责100，其余劝谏的几十位大臣则有的被诛杀，有的被流放。最后孙和被废为庶人，流放到故章郡，改立孙亮为太子。251年11月，孙权在南郊祭祀天地的时候突然风疾，一病不起。12月，他急召大将军诸葛恪入朝，拜其为太子太傅。252年4月，孙权在内殿驾崩，终年71岁。7月，他被安葬于蒋陵。蒋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路明孝陵景区的梅花山内，现在仅存有一块石碑、一座石桥、一个注释牌和一座石像。随后，太子孙亮继位，改元建兴。这一年，曹魏的皇帝曹芳21岁，大权由司马师把持；东吴的皇帝孙亮年仅10岁，大权由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把持；蜀汉的皇帝刘禅虽然已经46岁了，但朝政依然由费祎把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走进蜀汉政权。诸葛亮病逝之后，蒋琬被拜为大将军，掌管着朝政。之后，他率军前往汉中，继续践行诸葛丞相未完的使命。然而，他到达汉中后，不是继续攻打陇西或者进逼关中，而是大造舟船，准备沿着汉水和沔水东下，攻取上庸3郡。刘禅召集群臣商议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从水路出兵固然容易，但是一旦失败，很难撤退。于是，刘禅便派遣费祎和姜维前往汉中，试图劝阻蒋琬。蒋琬便给刘禅上书解释说，曹魏占据着9州之地，已经根深蒂固，很难被彻底吞并，所以我们只能与东吴合力，互为犄角之势，就算不能迅速地吞并曹魏，也能慢慢地将其蚕食。但是由于上庸等地的阻隔，我们与东吴的信件传输很慢，无法及时联络，只要打通上庸3郡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水路与东吴相连。另外，他与费祎等人商议，认为凉州的地势险要，羌胡人心存汉室，因此他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，出军西北，我率军屯驻在福县为后援，福县地处水路通达之地，无论出兵东北还是西北，都能应对自如。刘禅这才明白了蒋琬的战略意图，便同意了他的方案。10月，蒋琬进驻福县，然而还未开战，他就病倒了，连忙请求刘禅将益州刺史之职让给费祎。11月，蒋琬病逝，费祎被拜为大将军。248年5月，费祎前往汉中，继续谋划征伐曹魏之事。在此期间，姜维自以为熟知西北风俗，所以他想拉拢羌人和胡人为蜀汉所用，以便控制陇西。可是每当姜维想兴兵前往，费祎总是加以制裁，使姜维率领的军队总是不超万人。姜维不明所以，费祎便对他说，我们这些人与丞相相比相差甚远，连丞相都不能平定中原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不如保国治民，守住江山社稷，将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有能力的后人来完成，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打一次大仗就能决定胜负，要不然只要事与愿违，后悔都来不及。251年夏，费祎准备返回成都，结果有望记者说，
成都没有宰相的位置，于是费祎便率军屯驻于汉寿。然而1年多之后，他却在这里被郭修给刺杀了。那么郭修为何要刺杀费祎呢？郭修原本是魏国的将领，姜维攻打陇西的时候战败之后被俘，刘禅便将他封为左将军。可是郭修不为所趋，一直找机会准备刺杀刘禅，却总是无法靠近。于是他便改变主意，准备刺杀蜀汉的2号人物费祎。253年正月初1，费祎在汉寿举办岁首大会，郭修也在邀请之列。宴会上，他趁费祎酒醉之时，立即掏出藏在马鞭之中的小刀，刺向费祎，致使费祎身受重伤。几天之后，便一命呜呼了。郭修也随之被杀。随后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落在了姜维手中。那么，姜维到底是9伐中原，还是11次北伐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